每一個人都俾佢一個稱號。咦？你咪在下尹天仇未請教。你好，呢個邊個嚟啊？茄喱啡咯，食晒。史提芬周。其實我係一個演員嚟嘅。我们是从小看着周星驰导演的电影长大的。好久不见。对啊，好久不见。唐伯虎点秋香呀，武状元苏乞儿啊，这些当时都是在电视上看的，而且那会儿就是会循环播放。印象会比较深的就是《喜剧之王》，哪怕是现在再去看，你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各位，翻到！哇，看过太多了吧？那个时候内心可能有了一个小种子吧。我就跟我爸爸妈妈看了好多次，就一直看都觉得不腻。过年的时候看他的喜剧会特别有家的感觉。我们这一代的演员应该也是看他的作品长大的，然后可以跟他拍戏，到现在为止好像也不太真实的感觉。从接触表演02年到现在23年，终于合作上圆梦了。开心。这次跟他合作是希望，我们把当年一些槽点放到现在的年轻人身上，会不会有不同的效果？以现在这个年代的手法，要重新展示了一下。周星驰导演他有自己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以前的那个功夫电影，他们在地上发生了痛苦反应，就一堆慢镜头，哇！不行，用力到震的那种。我自己感受是一个漫画的世界，我风情所爱了。可能你是这样子点爱他们。好，他还像我以前看到电影里那样。对。律动感。其实，在他演的时候开始到后来他导的电影里面，他都会融入舞蹈这个元素。对，不算致敬了，是升华了。宋导感觉他这个天外飞仙有点像少林足球你那个大招似的。哇，飞天那个这个高级很多，青出于蓝。你唔好欺騙我喎，你講咗10次最後嗰個，每次跟他合作都很歡樂。喂，你今日同阿星嚟啱好，唔好俾人睇到咯。即係我點解唔俾人睇到啊？我直頭公諸於世啊，大佬呢單嘢。我覺得他除了頭髮白了一點之外，其他都一樣。他電影的世界是很美好，只要你願意拼。你可以达到你要的梦想。中国功夫世界第一，女足世界冠军，我们一定要拿下来。而且星爷他电影里面的这些人物陪伴我们成长，而且陪伴我们往前走的路，这个希望在这个电影里也是能有新的好朋友让大家看到，有熟悉的感觉回来。希望还有25年又下一步。全世界都在和你说，那么大的人了，成熟一点好不好？星爷却说，不管你多大了，都可以像孩子一样毫无防备地笑出来。星爷依旧还是那个星爷。功夫女足你看了吗？这电影简直是星爷老粉检测仪。以下这些彩蛋，如果你找到5个算是老粉，找到10个算是铁粉，找到15个你就是超级钻石粉了。全部都回来了。为什么电影会定档在7月11日？因为当年少林足球里出现的女足张柏芝和莫文蔚，她们球衣的编号就是7号和11号。张柏芝和莫文蔚的组合号称玉面双飞龙，而功夫女足主人公的名字就是取自这个组合。张小斐的角色叫双双，双飞龙的双；迪丽热巴的角色叫玉龙，玉等于玉，龙等于龙。开篇就是一支穿云箭炸场，这是功夫里星仔在球员的名场面。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开场音乐也是周星驰电影标志性的小刀会序曲。其实这样耳熟能详的音乐还有很多，大家来补充。
Be water, my friend。这句话是李小龙总结的截拳道核心哲学，而李小龙是周星驰一生头号偶像。星爷说过，没有李小龙就没有现在的我，没有功夫。我来说，他是一个精神的，怎么说？精神的支柱，价值。对，支柱。偶像。为什么女主角双双会反复提到这句话？也是因为这正是她最后的状态。双双在沙滩上对着木桩指哪打哪的练习，像不像星爷在少林足球里的定点射球训练呢？双双八字开练功动作，像不像少林足球里星爷的出场动作呢？玉龙卧躺的摆烂姿势，就是武状元苏乞儿中苏乞儿的同款乞丐躺。双双看着替补上场的球员说要爆了，这对应了少林足球里将爆说的话。喺呢個 moment 要爆啦！张艺兴的师叔公每次总会拿梳子打理自己的毛发，正如赌侠里的阿星一样注重形象管理。小时候双双给师叔公的那根棒棒糖，像不像功夫中方儿给过星仔的那根呢？它们的作用也是异曲同工。师叔公壁咚玉龙的夸张动作，不就是喜剧之王中尹天仇壁咚柳飘飘的名场面吗？还都有一棵小树作伴。双双被表白后幻想奔跑的场景，感觉像是回到食神里李兆基第一次吃到撒尿牛丸。为了比韩国球员更会表演柔弱，队员们专门学习了表演课，而教表演的长头发西装男手里拿着的正是喜剧之王里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只可惜石板宇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否则我想这个角色的配音应该会请他来吧。伤害萌女丧彪的那个渣男，你不觉得眼熟吗？他居然是少林足球里说要公平比赛却不小心掉出扳手的那个金丝边眼镜，依旧是个龌龊男。丧彪对前男友说好你养我啊，则对应了喜剧之王里尹天仇要养飘飘的情节。只不过金丝边眼镜是见一个爱一个，而且是真饿了，一点都不挑。我没有钱怎么养你啊？守门员的衣服和少林足球里一样，都是李小龙的练功服，用到的功夫是最适合守门员的金钟罩和太极。结尾更是看到了少林足球里星爷和林子聪的背影，还有那双补了又补的战靴，说明两部电影共享了同一个世界观。无数粉丝晒出这个彩蛋，说值了。片尾星爷的台词更是让粉丝们浮想联翩，他说那就和他们踢一场咯。你会期待未来少林足球和功夫女足的联动吗？当然还有一些星爷电影之外的彩蛋，比如大河队球员的绝招致敬了足球小将里绝招的名称，猛虎式射门，双人射门。动画终于拍成了电影，大河队的设定也是耐人寻味。首先这个名字取自大和民族的大和，他的队员还会使用忍术，他是之前连续7届的卫冕冠军，但到了第8届被终结了，相当于结束了8年的抗战。星爷的无厘头往往都是叫人猝不及防的，比如乐于助人的瞎子队医，做了好事也不让人说出来。我觉得他就像是短暂解放了成年人自我克制的枷锁。整个影院里我听到了许多孩子们的笑声，他们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接受过这个世界不能想笑就笑的规训。星爷设计的笑点几乎都没有太多的理解成本，可能也没有显得那么高级，但许多看似普普通通的画面，后来都成为了人们反复提及引用的名场面。也许功夫女足亦是如此吧。星爷还是那个星爷，他没有变，只是这个时代变了。但64岁的星爷却始终把我们当成喜欢简单快乐的小孩。